变甜筒，哇！超级变甜筒。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T。这次我们终于要把战车与少女的4号战车 H 型给全部搞定。上次做到把我们的最大炮手开出来就结束了，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做下去吧。不过在这之前，还是要有请我们战车兵工厂里的123号机全自动拆装机器人来帮我把这些盒子给清除干净。你看看是不是比现在的 AI 机器人都还要先进啊？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底盘的部分，将一些侧面的修饰零件给粘合上去，然后就是这个抽到一个的战车变速箱，上面还有通讯手的一些通讯装置，装上去后整个都不一样了起来。接下来就是让整台车动起来的马达，还附上一个小扳手，用来固定螺帽用的，也是相当贴心。然而有玩过4驱车的都知道，马达的里面都有磁铁来帮助转动，所以这些马达都会有强大的磁力。不过在装上它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测试看看它到底能不能够正常的运转。所幸是没有碰到坏掉的零件，也算是松了一口气。那么接下来就是将它给锁上去。不得不说，装这个最麻烦的就是去碰到那种你的螺丝起子角度不好放不进去，然后又非常难施力的状态。这种时候就真的是非常的头大，你用蛮力硬锁还会让螺丝崩牙，锁得紧就算了，锁不紧还卡在里面，更头痛。那么里面锁好了，接下来就是锁外面的齿轮部分，罩上这个修齿圈，让这个穿帮的部分消失于美观。接着就是咱们也非常大的通讯手5部砂纸登场，那个战斗力真的是一目了然，将3个组员放在一起，整个战力差距不言而喻。那么把2个马达都装好之后，就可以把整个车厢放进去。这边还要注意将马达的配线给好好收好，才不会乱七八糟的。再来就是启动轮的部分，整台战车的履带全部就靠它来运转移动了。接着便是继续制作一些小零件，像这个好多箱子组合起来的东西，它其实是咱们通讯手专用的受信机跟变压器，让整个通讯手完整的起来。接着就是第2条履带的最后地狱。再来将咱们装填手最多颗的炮弹架给放上去后，就是一个蛮麻烦的东西——抽象 Blade， 要调好精妙的角度才能够好好装进去，还要怕一个太用力让整个结构炸裂，真的是费了我9牛2虎之力才把它装好。不过装好之后，那个成效也是卓越，直接就把启动轮的穿帮位给封住，是不是又更美了起来？再来就是变速器传动轴的组成，一样又是各种小零件组合而成，一个一个将它们给粘起来后，就像这样。那个成色还是相当美丽的。那么到这里，整个车厢内部也就差不多大功告成。我们也迎来了最后一位组员，那就是咱们超级无敌厉害的驾驶冷泉麻子。那个赛战车的能力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接着就是战车外的支架，究竟是要支撑什么用的呢？需要用到1、2、3、4两边共8根支撑架，还要加上2条超长的横杆结合起来的导轨。没错，这就是4号战车 H 型最出名的裙子要放置的地方。接着我们还要在这里放上磁铁，因为这是一个可掀式的战车机关。然后才是后部装甲板的组装。不过首先要组好这个4号战车的排气管，真是又大又粗，还有这个小小的辅助引擎用的排气管，2个真的是天差地远。最后再将它装到后部装甲板上，再来就是有趣的电源开关制作，以及这次最厉害的地方，它的充电口居然改成 Type C 的了，实在是令我大吃一惊。上一台744还在给我用100年前的那种插座式的，这次居然换成了 Type C， 也是有够跟上时代。最后将它跟排气管
管一起装到整个后部装甲板上后，这里也就大功告成了，是不是整个霸气度都上来了呢？不过更棒的还有这个用来挡住开关穿帮位的盖板，而且还是使用磁吸式的，整个就超级方便又美观。还有这2个右导轮车轴，使用的可是金属件来着，毕竟它是要支撑一个大轮轴用的嘛。最后就是把它锁到战车的屁股上去，真的是帅到一个掉渣。然后就是拿出那个履带地狱煮好的2条履带，总算是可以把它给组装上去。而安装的方法也相当简单，就是把启动轮的齿轮卡到履带缝里。不过这边用的都是塑胶件，那个廉价感就相当的重了，而且咬合度也不是相当的好。接着就是把这台战车的控制指挥室给装进去，是的，就是全靠这个电路板来发号施令，再将这台战车的能源动力，也就是电池给粘上去。这次还很贴心的给了一个固定电池的塑胶壳，其实是可是直接粘到地板上而已的。那么装好后就可以来测试一下能不能好好的充电。然后又是美丽的配线时间，养成将杂乱无章的线材整理好的好习惯，对你的未来可是相当有帮助的。再来可想而知的就是把所有能插的插头全部一个不插的对应插上去。最后就是跟744一样的战车上下装甲结合的缓冲软胶，这东西其实蛮没用的，还很容易被戳破。那么做到这里，整个下车身也就大功告成。接着就是制作操控战车的遥控器，不得不说这个遥控器非常的有主角队的气息，那个大大的喜字，除了黑色的底座外，还有贴纸可以直接贴上去，真的是相当的有味道。而遥控器也是基于这样的设计，把按钮分布在每个位置上，这个遥控器设计的实在是别出心裁。而在组装方面也不是相当的困难，就是把各个按钮好好的放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再锁上电路板，还有2边摇杆的部分也要锁上去。不过这里就有一点没做好，有一边的摇杆在操作上会卡卡的，并不是相当的滑顺，不过还是很够用就是了。最后就是把上半部车身也给结合上去。到这里4号战车还没有结束，那个最著名的间隙装甲，我们还是要一个一个给它放上去的。不过这里美中不足的就是它并不能像真正的战车那样是一整个平整的面，而是像这样一片叠着一片的，这里处理的还真是有一点落塞。那么到这里一整台战车也就大功告成。看看这煞气的造型，搭配主角队的喜跟安康鱼，就让我们想起他们对战百夫长的影子。还有那个间隙装甲，不仔细看的话其实还是相当帅气的。还有这个车长塔是可以开的，以及旁边也各有2扇炮塔窗可以打开。前车身上也跟原作一样有4处可以打开，分别可以看到咱们的操相仪跟驾驶员和通讯员。再来就让我为各位展示战车的内部构造。我们只要从车长塔这里就可以将它连根拔起，便可以看到里面的3位成员：咱们的车长、装填手，还有战力超群的炮手。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它并没有做出炮手用的瞄准镜以及装填炮弹的弹道。以这空间来说，至少瞄准镜应该还是做得出来的。接着将前车身的上盖拿掉，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驾驶员跟通讯手。相信这部分大家应该是看最多的地方了吧？应该就不需要我再多做介绍了。而它的操控方面，看到那个遥控器上的按钮那么多就知道相当的复杂。它总共有2种模式，声音模式跟普通模式。而这一切没有按下发动引擎钮的话，它是完全不会动的哦。我一开始玩的时候还在想说，难道遥控器坏了？但不是，它是要按下这颗引擎启动才能够进行操纵。其中炮塔的操控也只能在引擎启动下使用。
能ですが、0.5秒でもいいので停止射撃の時間をください。確実に撃破してみせます。マコさん、全速力で正面から一気に後部まで回り込めますか？リタイ切れるぞ。大丈夫。ここで決めるから。わかった。この一撃はみんなの思いを込めた一撃。先生！フロリアーナの時は失敗したけど、今度は必ず。前進することより仲間を助けることを選ぶとはな。美穂さんはやっぱり美穂さんね。だからみんな西住殿についていけるんです。そして私たちはここまで来れたんです。そうだね。私この試合絶対に勝ちたいです。美穂さんの戦車道が間違っていないことを証明するためにも絶対に勝ちたいです。無論負けるつもりはない。その通りです。もちろんだよ。ねえ、帰ったら何する？お風呂入ってアイス食べて、それから戦車乗ろうか。前方发现一辆日本七式式主力战车，13点钟方向，距离500公尺，装填手装填穿甲弹。炮手瞄准装甲最薄弱的地方。发现我，好，要做完成。开火！哦，没中！你这个烂炮兵，这么近都可以打歪。那么整体开起来的感觉还是七式式开起来比较稳重舒服，就像在开重坦一般，整个厚实感相当的扎实。毕竟几乎全身都是金属件嘛。而4号战车开起来就非常的滑溜，好像在开轻坦一般，就像超级滑顺的遥控车。虽然很灵活，但是就是少了战车该有的厚重感。但是整体还是非常棒的一项作品。后面还有英国队的丘吉尔等着我们，我们2年后再见。那么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我是RT 唐查夫，我们下次见，拜拜。